俄钻井平台倒塌突发大火，乌军完全封锁新罗西斯克港，俄黑海舰队继续远撤。欧洲5国聚首联合施压俄罗斯促停火。波兰指控俄罗斯烧毁其购物中心。入侵景观重现，俄重兵集结芬兰边境。乌克兰全面攻占乔特基诺镇，击毁莫斯科俄导弹工厂。欧洲新援助到位。利奥14世教皇明确支持乌克兰。精彩内容马上开始。在欧洲加大对俄罗斯能源打压的大背景下，俄罗斯能源和经济再度迎来史诗级削弱。差不多是11日左右 ，X 平台消息称，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一座石油钻井平台突然倒塌，发生大规模火灾。现场画面显示，事故发生时，该油井喷发的火球甚至达到了25米高，周围区域也被不断翻滚的浓烟覆盖。目前起火原因未知，但已导致至少3名石油工人受伤。据悉，该油井隶属于马亚尔半岛油气公司，是俄方石油出口的一个重要节点，但现在遭遇重创，初步预计损坏面积超过 50%。如今欧洲正在加大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打压，英国也才刚刚宣布对俄方影子舰队的最大规模制裁。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油井失火产生的影响无疑将更加明显。另外，俄罗斯最大的石油输出港新罗西斯克港被乌克兰完全封锁了。据 RBC 新闻报道，乌克兰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在接受采访中表示，乌军利用数量庞大、先进的无人艇，完全封锁了新罗西斯克港和附近海域，实现了将俄黑海舰队逐出黑海的战略目标。实际上，俄乌战争以来，黑海舰队就持续遭到乌军的重创，甚至连旗舰莫斯科号都被击沉，这也让他们在去年就从克里米亚撤回了俄罗斯本土。而新罗西斯克恰恰就是黑海舰队的新驻地，但如今这里也正遭到乌军的封堵与打击。如此巨大的反转让火力军有一种时空错位的恍惚。曾几何时，俄黑海舰队在黑海上肆无忌惮，是绝对的黑海霸主与规则制定者，动辄以各种理由封锁黑海航运，还曾逼迫乌克兰击沉了自家的海军旗舰哥特曼、塞盖达奇内号，让包括乌克兰在内的黑海沿岸国家敢怒不敢言，甚至北约军舰出现在黑海也会被驱离。但如今不可一世的俄黑海舰队只能藏到了北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一个仅5000人的小镇奥恰姆奇拉湾，来躲避乌军打击。截至目前，俄方尚未对此做出回应，但之前俄罗斯还曾声称黑海舰队正在恢复且准备打造新的旗舰。另外，据乌克兰海军代表德米特罗·普列滕丘克上校表示，由于制裁和微电子设备的缺乏，俄罗斯补充防空系统损失的机会有限。但为了保持对克里米亚的控制，俄军正将更多的防空力量撤至克里米亚。据他介绍，自2024年初以来，乌军摧毁了大量俄防空系统、黑海舰队总部和其他设施。尽管遭受损失，俄罗斯联邦仍继续从克里米亚境内发射无人机。因此，此次乌克兰封锁新罗西斯克港一事，一些所谓的俄军事专家就宣称，这是俄黑海舰队的以退为进战术，既可以避免乌军无人艇攻击，也可以有效地提高舰队的战斗力，还可以在黑海上抗衡来自北约的威胁。火力军不去评价这是否是俄罗斯为稳住军心所进行的宣传，但新罗西斯克作为俄罗斯最大的石油输出港，承载着 80% 的能源出口中转。一旦该港被封锁，影响的将不只是黑海舰队，还有俄罗斯的整个石油出口。俄罗斯将失去继续维持前线战斗的能力。而且火力军一直觉得这是乌军早有预谋的计划。从普京提议停火72小时开始，乌克兰就开始行动。一方面以退为进，提出30天停火，并联合欧洲、美国以制裁等手段施压俄罗斯，让其接受停火。一方面在作战中对俄罗斯进行最致命的打击，直接截断俄罗斯通过能源维持战争的手段，让其不得不接受停火。虽然不知道泽连斯基提出的自5月12日起停火30天提议是否会如期停火，但乌克兰施压的手段已经展开，而欧洲也紧随其后，对俄罗斯发出了最后通牒。大家先来看这张图，一张小小咖啡桌旁围坐着5个重量级欧洲领导人，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德国总理梅尔茨、波兰总理图斯克。这张照片拍摄于2025年5月10日，乌克兰基辅总统府内。他们神情严肃，却透露着坚不可摧的团结。当时，马克龙还拿起手机拨通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电话。
很快，北约阵营集体向俄罗斯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也就是火力军一直强调的要求俄方自5月12日起实施为期30天的全面停火，涵盖陆地、空中和海上所有军事行动。欧洲4国领导人与泽连斯基明确表示，若普京拒绝，他们将联合行动，启动新一轮对俄制裁，并大幅度提高对乌军援。而俄总统普京随后提出，于5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无条件谈判，以此来逃避欧洲和美国的最后通牒。但这并不管用。5月12日，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波兰和欧盟的外长也在伦敦举行会议，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讨论。如德国政府发言人科内里乌斯称，俄罗斯有12小时时间决定是否遵守无条件停火协议。如果俄罗斯拒绝遵守，我们将启动下一轮制裁的准备工作。其他国家也发表了类似声明。由此可见，欧洲立场始终保持不变。如果俄罗斯继续发动攻击，拒绝停火，那么欧盟和美国可能采取强烈回应，包括实施新制裁，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目前，欧盟已达成初步协议，将于5月20日批准对俄罗斯第17项制裁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波俄关系再度恶化，若是再不停火，火力军都怕波兰直接下场揍俄罗斯了。据路透社报道，5月12日，波兰总理图斯克官方证实，1年前的玛丽维尔斯卡购物中心的大火是由俄罗斯的情报部门策划的。图斯克进一步表示，目前已经有数名嫌犯落网，剩下的仍在抓捕中。他特别强调，这些嫌犯一个都别想逃。这场波兰史上最大规模之一的火灾终于有了调查结果。2024年5月12日，波兰首都华沙的玛丽维尔斯卡购物中心遭遇特大火灾，15分钟内就蔓延了整个建筑群。波兰方面共出动超过150名消防员，外加50辆救援车才扑灭了火灾。大火燃烧了近20个小时，超过90%以上的区域被毁。这也是波兰最大的一个批发零售市场，带来的影响可想而知。实际上，当时就有线索指向俄罗斯特工，现在则是波兰首次确认此事。目前，波兰已决定关闭俄罗斯驻克拉科夫的总领事馆，同时驱逐俄方的外交官。其外长西科尔斯基也明确表示，此举就是针对俄罗斯特工烧毁购物中心一事。另外，乌克兰战前景观重现，俄军正在芬兰边境集结。据英国《太阳报》12日报道，最新卫星影像显示，俄军正在芬兰边境集结军事装备、部队并兴建基地，其中卡缅卡、彼得罗扎沃茨克、北莫尔斯克2以及奥列尼亚4处地区的军事活动最为显著。据分析，俄罗斯可能正在这4个军事基地为部队建造住所，并部署直升机和车辆。如在距芬兰边境约56公里的卡缅卡，自今年2月以来，俄军已搭建了超过130顶军用帐篷。瑞典广播公司 SVT 指出，这片先前未开发的区域，现在看来可容纳多达2000名俄军士兵。在距边境约175公里的彼得罗扎沃茨克，俄军则新建了3个大型储存库，每个都可容纳约50辆装甲车。分析认为，这些新建筑可能是为了隐藏驻扎于此的真实车辆数量。北莫尔斯克2基地则部署了多架直升机，奥列尼亚基地也有进一步军事活动。乌方消息人士曾指出，该基地负责对乌克兰目标发动数次攻击。看看这些照片，大家是否感到熟悉？这分明与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前所捕捉到的影像十分相似。在2021年11月，就有卫星影像显示，俄军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当时美国官员已发出警报，克里姆林宫则否认准备开战。但不到4个月后，普京便入侵乌克兰，引发了如今长达3年的残酷冲突。虽然不清楚芬兰是否会是俄罗斯下一个目标，但俄军增强军事活动的行为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俄军增强军事活动的行为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芬兰2年前放弃中立，加入北约组织后，紧接着瑞典也于2024年3月加入北约。对此，普京曾宣称将采取必要措施反制芬兰及其北约盟友的决定，而所谓必要措施，可能就是在边境集结军队、修建工事。俄罗斯多次指责北约扮演侵略者角色，并誓言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自身。但俄罗斯为什么不反思自己的行为呢？上个月，芬兰国防司令部副司令长维尔塔宁中将对俄罗斯在边境的行动表示担忧。他称，俄罗斯正刻意测试北约的团结，观察是否会触发北约集体防御第5条约。瑞典武装部队联合作战司令克雷森也表示，俄罗斯正通过加强边境设施来为战争做准备。回到俄乌前线战场，从目前的状态看，俄乌战争在短期内是不会停止的。
乌克兰连续3天向库尔斯克发动了猛烈空袭，并开始了地面部队推进。综合战争研究所和 ABC 新闻的报道，乌军向库尔斯克的雷尔斯克一带发射多枚海马斯火箭弹，目标直指俄军的一个作战中心。从现场披露的视频看，此地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所属的建筑群也被击毁。当地媒体则声称这是俄军军官下榻的酒店。目前莫斯科方面尚未回应此事，详细信息有待进一步确认。但这几日乌军打击动作频频，先是在格卢什科沃方向击毁了警察局附近的弹药库，又打掉了乔特基诺地区的一个无人机基地。因此一些俄频道就称乌军正计划全面夺取乔特基诺镇，并表示乌军的步兵群正在试图突破俄军防线。鉴于此，未来几天俄乌两军在库尔斯克的战斗可能会更加激烈。而目前据战争研究所公布的地图显示，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实控区如今至少达到了50平方公里左右，另外有大片灰色区域。如果最终乌军能拿下乔特基诺镇，那么将是继他们攻占苏贾后取得的又一大突破。别尔哥罗德州的乌军也较为活跃，据开源情报称，乌军一支特种部队自10日起就向俄罗斯边境发起突袭，目标直指要塞别尔哥罗德。目前这支特种部队已成功穿越沼泽区，并在和俄军爆发小范围的战斗后突破了俄军几道防线，正向其大后方穿插，详细的战况还有待确认。与此同时，在哈尔科夫战线，乌军不断清理俄军留下的阵地，并重新在利普齐森林地区构建了新的掩体防线，并且据一名乌克兰营指挥官称，乌俄双方均加强了无人机行动。而俄军的进攻重点放在了沃夫昌斯克方向，不久前还组建突袭小组实施袭击，但被乌军的第3突击旅和第34机械化旅成功击退。按照战争研究所的分析，自去年初夏至今，俄方始终没有从这里突破。不过沃夫昌斯克小镇也几乎被战火完全摧毁。显然，如果没有库尔斯克行动，哈尔科夫等地面临的压力会更大。红军村方向，俄军发起了新一轮进攻，乌克兰第3旅随即投入战斗。目前战斗已经结束，战线并未有所变化。但乌军预计俄军还会发起新的攻势，因为俄罗斯至今仍没有同意停火30天。其实就在5月8日至11日的短暂停火期内，俄军也没有停止进攻，甚至袭击的平均值还超过了4月同期。幸运的是，乌军4月份在红军村方向收回了83处阵地，战术环境有了明显改善，成功让西面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界推进的俄军陷入停滞状态。至于其他战线，乌军热衷于空中打击，如在扎波罗热托克马克方向，乌军使用 FPV 无人机先后打掉了一款 BOK-M1 和 BOK-M2 系统，又或是乌克兰空军出动米格29，使用美国 GBU-39 精确制导炸弹摧毁了扎波罗热方向的俄军事阵地。此外，乌克兰发布的视频显示，其阿尔法部队在2周内共摧毁俄军53辆坦克、103套火炮系统、725辆装甲车，并歼灭1013名入侵者。综合乌总参谋部的数据显示，5月12日，俄军新增伤亡1170人，被摧毁了8辆坦克、27辆装甲车、48门火炮系统。经过确认，乌军在5月7日的空袭中，对莫斯科地区的巴扎尔特国防工厂造成了重大损失。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该厂生产车间已经在空袭中被毁，其余的配套建筑也破坏严重，难以恢复工作。据悉，巴扎尔特国防工厂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防企业之一，长期为俄军提供多款关键武器装备，如铠甲防空系统、步战车、航空炸弹等等。此外，他还负责研发工作及武器测试。不过，这里的防空系统似乎并没有防住乌军无人机。俄方此前的否认该工厂遭遇袭击，这一刻显得多么苍白。更为关键的是，据说该工厂是今年3月才刚刚竣工的，这还没有生产出多少武器，却遭受如此重创，普京心里一定不好过吧。近2周内，乌军相继空袭了莫斯科的机场与基地，规模更是刷新了俄乌战争以来的记录。俄军则宣称拦截了全部的空袭，击落超过500架的无人机，并强调没有造成重大破坏。如今，乌军无人机和国产导弹的射程同样能覆盖莫斯科一带。可以预见的是，只要俄乌没有实现真正的停火，乌克兰就还会继续向莫斯科等地发动袭击。除了新援助的5套多压系统和400多枚阿斯拉空对空导弹外，《泰晤士报》报道称，英国正在向乌克兰运送5辆真坦克和30辆假坦克，以诱使俄罗斯将弹药浪费在假目标上。这是乌军普遍使用的战术，也是俄国防部口中的辉煌战果。丹麦也宣布将被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再拨出8.3亿欧元用于援助乌克兰。
值得注意的是，这笔钱将直接从乌克兰的军工企业手中购买装备，再移交给前线乌军。这等于是用俄罗斯的资金支持乌克兰的国防企业，再生产出武器给乌军反击俄军，省去了中间商环节，大大提升了效率。如今，乌克兰国产武器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特别是攻击型无人机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不久前，乌克兰的公司还发明了一种用来通讯的气球，可以增加无线电的覆盖范围，甚至可维持长达14天的加密通信。它将可以用作山区等作战复杂的地域，保障各部队之间交流的畅通性。5月11日，利奥14世主持了他就任教皇后的首场祈祷。利奥14世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阳台上，向聚集在圣保罗广场上的数万名信徒发表讲话。我也要向世界各大国重申，永远不要再发生战争这一永远的呼吁。教皇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乌克兰。他说：“我对亲爱的乌克兰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必须尽一切努力，尽快实现真正、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恳求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让他们能够回到家人身边。”同时，泽连斯基在跟教皇通话后，恳求教皇能帮助乌克兰让数以万计被绑架的孩子回家。跟其前任方济各教皇不同，利奥14世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这场战争。他称这场战争是影响全世界的严重问题，是真正的帝国主义侵略。呼吁放下武器，大力促进和平。据国防博客报道，来自美国陆军第3步兵师第1装甲旅战斗队第7骑兵团第5中队的士兵，与美国空军、英国武装部队以及爱沙尼亚国防军共同参与了名为“立即反应套案”的多国联合行动。美国陆军表示，此次于8日举行的演习重点在于验证部队在该地区多个机场间的快速机动能力，并展现陆军在短时间内增援北约东翼前线的实力。这项演习也确保盟军间协同作战能力，以及在北约边境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发出戒备信号的广泛努力之一。将 M2A4 步兵战车这类装甲车辆直接部署到爱沙尼亚的关键基础设施上，清楚展示了美军能迅速且有效地增援盟友。M2A4 是一款升级型的步兵战斗车，配备了增强型装甲和数字化瞄准系统，代表着美国陆军为应对同等级对手的冲突，通过将这些作战平台运送至北约前线国家，美国向外发出了明确的战备与团结信息。英国与爱沙尼亚部队则在协调此次部署行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后勤与安全支持。爱沙尼亚军方官员也对此次部署表示欢迎，并强调盟军在该地区的存在对维持区域稳定至关重要。鉴于俄罗斯军事态势引发的持续安全担忧，北约近来在东欧地区的活动有所增加。近几个月，该军事同盟已扩大其前进部署规模，并加速了在波罗的海各国的联合训练计划。据法新社报道，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立陶宛及其邻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担心莫斯科在乌克兰取得胜利后，会一路西进直取他们的国家。为此，三国持续加强国防建设，提升了边境安全措施。而就在5月5日，立陶宛突然宣布将投入11亿欧元，用于加强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的边境防御工事，旨在组织并延缓敌对国家的行动。在这笔11亿欧元的总预算中，高达8亿欧元将专门用于采购反战车地雷。报道称，作为强化边境计划的一部分，立陶宛将在连接波罗的海国家与波兰宽约70公里的重要战略通道苏瓦乌基走廊附近储备反战车系统及其他防御工事。这条狭长地带一侧紧邻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另一侧则是莫斯科的盟友白俄罗斯。其他具体措施还包括加深可用作壕沟的灌溉沟渠，在边境地区重新造林，以及在主要道路沿线植树，以保护平民和军队。立陶宛国防部补充，额外措施将涵盖电子作战能力、反无人机系统以及强化观测与预警系统。此外，立陶宛今年1月已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30年间，将年度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毛额的5%至6%。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乌克兰会一直封锁新罗西斯克港吗？俄罗斯是否会入侵芬兰？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